很多同学问我最好看的奥特曼是哪一部，这个问题太过尖锐，小颖暂时保留意见。但论结局最感人的剧集，小颖的答案是麦克斯奥特曼。小颖解说过很多部经典的奥特曼，但要说起最让人泪流满面的，当属这一幕了。在这一集中，麦克斯遇上了史上最强的怪兽叶府，无论麦克斯使用任何攻击，叶府都会照单全收，并且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。在吸收麦克斯的必杀技马克修姆光线后，他再次升级变成了无敌形态。这次麦克斯也束手无策了，眼看着地球即将毁灭，这时一个失明的小女孩亚子站了出来，她走到叶府面前，颤抖着问叶府是否讨厌音乐，然后在一片废墟中吹响了手中的笛子。暴力的叶府在听到笛声后居然停止了攻击，伴随着亚子的笛声，他居然进化成了乐器形态，为亚子伴起了奏。女队员看他手中的武器，又看了看心意相通的亚子与叶府，这一刻他仿佛明白了和平的真谛，他流着泪放下了手中的武器。麦克斯也在此时提示他把亚子抱上汽车，他要利用笛声吸引叶府离开地球。麦克斯小心翼翼地将汽车捧起，并抬头望向美丽的夜空，心中想着，就算牺牲掉自己，也要再次拯救地球。这是麦克斯最艰难的时刻，麦克斯遇上了史上最强的怪兽叶府，无论麦克斯使用任何攻击，叶府都会照单全收，并且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。没有其他奥特曼的帮助，麦克斯该怎么办？故事要从这小女孩亚子说起。这天，她正要做复明手术，在怪兽防御组织人员瑞希的陪同下，亚子被推进了手术室。遗憾的是，她的手术失败了，亚子再也无法看到这个世界，甚至她再也不能画画了。亚子的父母也都不在她的身边，她就这样孤零零地坐在病房。但亚子非常坚强，她告诉瑞希，她虽然看不见，但听得见，她想要当音乐家。于是亚子便开始练习短笛。一段时间后，亚子准备登台演出，这个剧院就是她的演出会场。瑞希和麦克斯的人间体马东快斗也赶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总部发出警报，在剧场附近出现不明坠落物体。收到命令，瑞希和马东快斗迅速前往查看。一个巨大的白色球体赫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马东快斗拿着棒棒捅了捅球体，感觉软软的，并无生命迹象，像个大馒头。快斗快速将资料传回总部。通过分析，艾丽发现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体，没有温度，没有脉搏，也没有呼吸。虽然看上去没有危险，但队长土方茂还是不放心，他下令放火焚烧它。很快，2架战机呼啸而至，其中1架战机投出燃烧弹，对着怪球进行焚烧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燃烧后，另1架战机将火扑灭。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本无生命迹象的大球竟然进化成一只巨型魔兽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怪兽体内就冒出一束火，开始攻击战机。另1架战机立刻朝怪物开火。然而一阵爆破让怪兽的体内也长出了数根炮杆，开始对空中的战机展开还击。接着怪物又变成了一个大蜘蛛的样子，对着地面的瑞希和马东快斗袭来。原来这只怪物就是史上最强的怪兽叶府。通过分析，艾丽发现叶府拥有强大的复制能力，受到火烧就变得能喷火，受到爆弹攻击就会复制出炮弹反击。简单说就是遇弱则不弱，遇强则更强，实力没有上限。眼看叶府就要冲到亚子演出的剧场，瑞希心急如焚，绝不能让怪兽摧毁这个剧场，因为音乐是亚子失明后活下去的希望。瑞希要帮亚子守护住这份希望，他开车冲到叶府面前，放了2发空枪，试图把叶府吸引走，但叶府并不理会。瑞希只好再发1枪击中叶府。这次叶府怒了，他发射出1枚导弹袭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马东快斗飞奔而来，变身为麦克斯奥特曼。就在炮弹即将击中瑞希之时，麦克斯救下瑞希，然后一个飞跃就跳到了叶府面前，像推板车一样把叶府推出去数百米远。绝力之下，叶府居然把麦克斯反推回来。好家伙，这厮竟然也学会了推车。叶府把麦克斯顶出去，对着他就是几发炮弹。麦克斯使出奥特防御抵挡，接着又躲过数枚导弹的攻击，然后使出马库修姆加农光线向叶府打去。一阵爆破后，叶府被炸得稀碎。就在瑞希以为胜利之时，却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数以万计的碎片重新组合在一起，更强形态的叶府出现了。他复制了麦克斯的马克修姆加农光线，直接把麦克斯打飞出去。很快，麦克斯胸前的计时器也开始闪烁，能量即将耗尽。麦克斯拼命地冲向叶府，与叶府展开贴身肉搏。可没几回合，麦克斯又被打了出去。麦克斯一个奥特飞镖击中叶府，叶府瞬间被打得皮开肉绽。谁料他经过短暂的调整后，竟也发出2枚飞镖打向麦克斯，然后再次使用马克西姆加农光线。麦克斯强撑身体，但早已精疲力尽。瑞希高喊让麦克斯自己先逃，麦克斯握紧双拳，眼神犀利而又坚定，然后暴力的叶府终于还是摧毁了这个剧场。看到这一幕，瑞希的心碎了一地。麦克斯败了，叶府再无对手，他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城市。人类对这只怪兽彻底没有了办法，就算集合全世界的武器也无法消灭它，因为这只会让它变得更加强大，再度失去音乐的梦想，这让亚子伤心欲绝。瑞希安慰亚子，让他一定不要放弃希望，大哥的大姐姐都会帮助他。亚子反问，连奥特曼都没有办法，你们能怎么办？说完，亚子从窗户爬了出去，赤脚走在这个满是废墟的街道上。心急如焚的瑞希和马东快斗四处寻找他。
他。就这样，亚子竟走到了叶府面前，他用手指扯掉斗篷，对着叶府说：“怪兽先生，你讨厌音乐吗？”说完，对着叶府就吹起了短笛。听到亚子的笛声后，叶府站了起来，数根炮杆从体内伸出。亚子依然不为所动，但叶府并没有攻击他。亚子继续演奏着短笛，随笛声而来的瑞希举枪站在亚子身边。这时，叶府的大刀落在地上，竟变成了一枚巨型乐器，以同样的乐声回应亚子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全身泛起金光的叶府完成了第4次进化，他变成了有着天使般美丽外表的大乐器。麦克斯出现在瑞希身后，他示意瑞希不要打断亚子，让瑞希将亚子抱上汽车。瑞希和亚子坐进汽车里，麦克斯把汽车捧在手心，然后缓缓升空，叶府也紧随而至。看到这惊奇的一幕，队长不禁感叹道：“以攻击回应攻击，以音乐回应音乐，世界如此美丽。”叶府并非真正的敌人，他更像生活中的一面镜子，以真诚的对待他，才有可能得到温柔的回应。